我很想念你的后背，一场不经意的直播，点燃了所有人的心。夜色下的一句后背。那一晚，整个互联网被一句话点燃。陈伟霆在直播中望着屏幕另一端的赵露思，轻轻笑着，语气温柔到几乎要滴出水来。我很想念你的后背。弹幕一瞬间爆炸。那是凌晨的深夜，千万个屏幕同时亮起，无数人呼吸骤停。那一刻，他的声音穿透了时差、网络与距离，像一支温柔的剑，直击人心。粉丝的评论几乎失控。他这是在表白吗？这也太赶了吧！我不行了。而赵露思愣住了，她的眼神微微一颤，嘴角的笑若有若无。那种笑不是刻意的表演，而是心底最真实的慌乱。空气凝固了几秒，她轻轻地抬头笑了。那一抹笑带着一点羞涩，一点光亮，还有一点被看见的温柔。那场意外的直播，没有剧本，没有预告，这本该只是一次普通的联动。他们被邀请到同一场线上活动里，聊聊生活，谈谈拍摄趣事。一开始一切都很平常，直到画面里，他们的目光在某一秒交汇。那一瞬间，气氛变了。陈伟霆看他的方式很专注，像是在看一场久违的日出。赵露思说话的语调轻快，却藏着一点微妙的心跳。观众嗅到了那份暧昧。你最近瘦了，是吗？那你喜欢我瘦一点，还是之前那样？我喜欢你现在这样，刚刚好。弹幕瞬间被爱心淹没，笑声穿透直播间。可所有人都没想到，几分钟后，那句我很想念你的后背会成为全网的记忆。我记得他的腰。在另一场采访中，主持人随口问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瞬间？陈伟霆笑得随意，却脱口而出，我记得他的腰。全场静了3秒。他补了一句，他练出来的，真的不容易。那不是玩笑，那是理解。赵露思曾经因为体态不好，背不直，脸太圆，被嘲笑成网络热搜的笑柄。她的背影曾被人恶意剪成表情包，她的身材被拿去和别人对比。但她没有反驳，也没有逃。她只是开始悄悄的努力。那个被嘲笑的女孩，她开始晨跑，从5分钟到1小时，开始练瑜伽，矫正驼背，戒掉甜食，重塑饮食。她花了2年，让镜头里的自己重新挺直了腰。有一天，她穿着露背礼服走上红毯，灯光落在她的肩线，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那个曾被嘲笑的女孩变成了耀眼的女人。她不再是被定义的圆脸女孩，而是自信本身的象征。拒绝整容的勇气。面对媒体，她大方笑着说，我没整容，我只是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。那一笑，干净、笃定。改变的不是脸，而是生活方式。她懂，每一滴汗水都比手术刀锋利，每一次忍住甜点的夜晚都比滤镜更真实。当那句我很想念你的后背传来，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湿润。那不是羞涩，而是被理解的幸福。因为终于有人看见了她努力背后的故事。崩溃的尽头，但光鲜的背后也有裂痕。2024年底，她几乎崩溃。连续拍戏，通宵赶档，网络暴力。在某个深夜，她在化妆间里忽然说不出话。医生诊断神经性失语。那是身体在说，够了。她被迫停工，封闭自己。社交平台停更3个月。外界的猜测漫天飞扬。整容失败，被雪藏了。她不回应，她只是在对抗自己的阴影。重新学会呼吸。她回到老家，关掉手机，每天清晨上山，听风，看光。她写下日记。今天我没有焦虑。今天我吃了1整碗面。今天我笑了。她学会慢下来，学会呼吸。她说，我终于不再害怕沉默。那段疗愈的时光让她重新认识了生活。原来美是能呼吸的东西。与束缚的决裂。当她康复后，决定拒绝一个过度商业化的剧本。太假了，我演不下去。她对经纪人说。
公司高层不满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不拍没人要你。他笑着回答，那就没人要吧。这一次，他为自己而战，不为流量，不为曝光，只为尊严。他说，我想拍有灵魂的戏，不想演一具人设的外壳。于是他被解约，被冷处理。但那一刻，他自由了，再次相遇观众。他重开直播，没有妆容，没有剧本，穿着 T 恤，扎着马尾，素颜面对镜头。我只想跟大家聊聊天。评论区一开始冷清，随后哭声一片。你比以前更漂亮，你看起来真的很平静。他轻轻笑道，因为我终于不演了。一句我不演了，胜过千言万语。观众第一次看到一个不靠滤镜的赵露思。那一刻，他更像我们每个人，努力、脆弱，但不放弃。那一场重逢，当陈伟霆再次出现在直播画面里，气氛忽然变得微妙。他笑着问，最近过得好吗？他点头，平静又温柔。然后，那句熟悉的，我很想念你的后背，仿佛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夜晚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们都不再慌张。他轻声说，谢谢你记得。他回道，我记得的不只是那一幕，还有你的坚持。那一刻，没有谁在演，他们只是两个懂得珍惜彼此努力的人。全网再度沸腾，但他们只是笑着，笑得平静，也笑得笃定。他的自我救赎。赵露思的故事不是童话，而是一场自我救赎。他从质疑中站起，从黑暗中走出。他曾经不被理解，如今懂得拥抱不完美。我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我，而是让我自己不再讨厌自己。这句话在无数女性心中炸裂。原来自信不是天生的，是一点一滴磨出来的。每一个挺直的背影都是在说，我还在努力活成我喜欢的样子。我想演的是人生。当被问到未来想演什么角色时，他沉默片刻，说，我想演人生，一个会痛、会哭、也会笑的女人。他笑了，其实我的人生已经是剧本了。他不再追求爆红，只想演出真实。他说，我宁愿沉寂，也不愿虚假。也许这就是成长最深的模样，不再渴望掌声，而是懂得安静。最美的背影永远像光。如今的他，肩膀依旧挺拔，眼神依旧坚定。他不再害怕镜头，也不再在意热搜。他懂得，背影朝向哪里，心就会走向哪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影，重要的是他朝向光。那句我很想念你的后背，不只是情话，它代表着努力的痕迹，被理解的温柔与重生的力量。故事说完，但余韵不散。也许我们都该学着像他那样，在最难的时刻挺直背，微笑向前。如果你被这个故事触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，告诉我们你心中最想念的背影是谁。别忘了点赞与订阅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份真实、温柔、勇敢的力量。每一次分享都是对他也对自己的一次温柔拥抱。谢谢你看到这里，愿你也能在自己的故事里找到那道属于你的光。